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。婚姻就是一半烟火，一半清欢的淡淡幸福。大家好，我是影视演员白庆玲。爱情绝不是刹那之欢的浪漫，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不忘初心、相濡以沫的坚持。认真倾听，坦率交流。各位好，我是倾听者赵川。大家好，我是珊娜。分享欲的乐趣呢，就在于回应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遇到那个事事有回应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要是事事有回应吧，有时候也挺累，是吗？就吵起来了。对，这是一个杠王，你知道吗？换个角度让大家看清爱情的本质和真相。来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3对嘉宾朋友，有请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费先生，2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婚庆；罗女士，24岁，来自四川，全职妈妈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我们是闪恋、闪婚、闪孕。本来吧，我以为我找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但为什么婚后嘛，他就变了一个人似的？那处对象的时候谁不收敛一点啊？结婚之后过日子，那有点磕碰不很正常吗？你最受不了对方身上的问题是什么？自私，承诺的事情做不到，太幼稚了。事儿多，脾气暴，无法沟通，沾火就着。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别看我现在有孩子了，但他要不改，那我们这日子也就过不下去了。我们之间都是小矛盾，毕竟还有感情，说开就得了呗，能过就好好过呗。费先生说了半句啊，能过就好好过，那不能过呢？不能过也将就过呗，但是你说毕竟我俩。来，我们听听罗女士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满。就是结婚怀宝宝了，他本来说是跟我一起照顾孩子，结果吧，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我自个儿照顾，他就在外面说是挣钱。那你说我又不是机器呀，我也是人呐。你说我也会累，而且吧，孩子一生病吧，我成宿的照顾，那我也受不了啊。你受不了，那我搁家躺着了。那你说我要不工作，咱家一家3口开销怎么办？我这不说偶尔吗？而且你说孩子也不是天天生病吧，你就回来帮我替一下，让我休息休息缓一下。你说我为了照顾孩子，我都发烧了40度。那咱就换位思考来想的话，那你说我前一段时间那我还有病，我发烧呢，这身体完我还去上班去挣钱去呢。你说你一个大男的生病了，哎呀不行了，我要死了怎么地的？那你说我嘞，我是那样吗？我也有累的时候啊，撒娇啥不很正常？我说我难受了，哎呀不得劲儿，不想起来了。老师们，你们听了吗？他有累的时候，那我没有累的时候，我是机器呀。都不是啊！现在像吵架的机器啊，吵架中的小战斗机。来，还有什么不兑现的？刚开始2家嘛坐在一起聊彩礼，然后这边我们说的16万彩礼，包括3金，他们家就给了一半，说到秋再给，因为他们家要盖房子。我前段时间我跟他聊，他跟我说什么？说那彩礼就不要了，说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？只是说现在家庭情况没有，他就想意思让我爸必须低头跟他说一声。我不是说让爸给我低头，你是不是得有话呀？行，这事儿我们听明白了，女生在意的不是钱，在意的是婆家人的态度嘛。对啊，还有什么不舒心的？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财政大权，我这边我跟他结婚前吧，我确实是花钱，我挺大手大脚的，这个我承认。有孩子过后吧，你说我跟孩子，我们2个人生活费就1000出点头，你说现在哪个宝妈带孩子生活费才这点钱呀？但是你没算总体呢，1月车贷5000，对吧？得还吗？你别跟我聊这个车贷的事，你说这个车贷事我更气，那车是我让买的吗？那我买这车为了啥？为了不就让你家看看我这姑儿还行，多少还有点能力。我现在可能房买不起，但是最起码现在我也能开个车，最起码给你家个交代，对吧？你要交代呀，你就把彩礼这个事你就交代就完事了。我不能说是不给你，但是呢，肯定是得等2年。谁给啊？这个钱肯定是我爸出，但是呢，我这边呢就尽量能帮家里一把，因为毕竟我爸现在这个经济情况啥的确实挺紧张。说来说去还是啃老嘛，啊，钱的事儿放一边，你们俩处的怎么样？没有和的时候，基本上就2天一小吵，3天一大吵。为什么事儿吵吵？我来说吧，老师，就做饭吧，我一边带孩子一边自己做，我给他做到桌子上了。他说我做的能吃吗？你说我这边辛辛苦苦我做出来，他说那种话，你说我心得多寒心呢？
他做的东西都没有酱油，就白了呲啦那种色儿，那我能吃吗？我没放酱油吗？那放了，只是说你那重口味，你那太重了。那我口重啊，肯定是啊。我现在还在喂奶呢，他让我吃那个重口味，你说孩子能行吗？那指定受不了，因为他就只顾他自己，就那么自私。我天天我还得挣钱，完我还得考虑到你们感受。哎，你挣钱咋那么牛呢？感觉这事儿我们好像在座都不挣钱似的。那倒没有，只不过就是吧，我这工作确实很忙，就基本上除了出婚礼之外，就是在家在那个店里做剪辑，一天一天的，没有啥具体时间下班点，反正就是多干多劳多得呗。你像我现在这生活本来经济压力挺大的，所以说我这人吧，我也挺认干的。完我就尽量能天天多干点就多干点，完我所以说就有时候就晚上很晚回家，就没时间帮照看孩子啥，就一堆事儿完就产生矛盾了。听懂了。这个慢慢磨合吧，慢慢磨合吧。说说你们俩吧。我们俩属于就是闪电嘛，因为我们俩认识第一天，第二天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因为那时候吧，我的这个身材啥的也没有现在这么胖，然后一见面吧，完他也感觉我人挺好的，我也挺在意他的这个心情感受啊，就是我天天的都是满脑都是想他呀，能给他做点啥，能让他开心感动啊。那你现在呢？现在说实话，现在吧，就是我真没把太多的这个心思啥放到他身上，我就寻思我现在所有心就是啥，寻思能多挣点钱，过日子好点，这是我唯一现在心思。多挣点钱，然后完全自己把着，然后让老婆带着孩子1000多块钱，在这个年代1000多块钱挺艰难的。这个倒是，这个因为我这人嘛，你就很自私。自私。说一句怼一句。自私是确实，我承认我自私，我挺小心眼儿的。但是吧，我对他也有大方的时候。你问我领你旅过游吧？旅没旅游？旅游了吧？这今年1年溜达多少次？来，别净整这没用的。孩子现在有半岁，快接近1岁了。现在是在东北生活是吧？对，现在在东北。有什么打算吗？以后就是在东北定居呢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规划？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，以后定居必须得在南方，在成都定居，你不可能都回到你们北方这边定居来。他前段时间跟我说什么，要把我圈在那个东北这儿了，不回南方了。咱们家庭说实话也不是啥富贵家庭，也不像人家说实话有财富自由，可哪选择。你现在关键没这家庭吗？咱们就只能认命，就在这县城中生活，我觉得挺好。我不想上南方那么奔波。我现在本来工作挺稳定的，我收入也挺可观。我觉得咱们吃喝啥的没有压力，我天天活得挺开心。我想吃点想吃喝点，想就喝点。哎，要说实话，你刚才一副表达就是说我压力大呀，然后我回家就想歇会儿。现在说什么？挺可观，挺滋润，想吃点啥就吃点啥。你这是在忙吗？在外面？啊？就是。因为我也是，有的时候偶尔忙，偶尔的时候我也好那啥，好那个。我特别想知道，你们在婚前议定的是回成都，还是留在东北？这个婚前定确实是我答应，确实是承诺了。当时那功夫我跟我家商量的时候吧，说是意思先把这婚结了，先就答应了意思。婚结完之后说意思我们在东北生活个2、3年之后，说是然后再加上通过我们一家人的开导，说看看能不能把他的思想转变一下子，直接就带入到东北这里了，因为他待2、3年都待习惯了。这不就属于骗婚吗？我就不信人这玩意儿还能一直就这么定了，这还谁能不改变？我反正要换都是我肯定是待2、3年，我觉得这待挺舒服的。啊，这块这个啥的各方面待的挺得劲儿，还有一家人在一起挺乐呵的，那我就选择在这儿了，不回去了。你回成都？对，说的对，你去成都待2、3年也适应了，也不想回来了。是不是你们家就觉得有孩子了，然后把我就拴在这儿了，就觉得好像我这边要不要彩礼啊，或者是定不定居啥都无所谓了，好像他们家就那意思。你看你说的你这属于现在纯就歪理邪说，啥玩意儿哎就有孩子给你拴这儿了？那有孩子你现在你不想走，你收拾包就走吗？我还能跟你硬捐家呀？本来我跟他结婚，我们家里人都不同意，害怕我这边他们家里人对我不好，也没有一个人，朋友也是，家人也是都没有。他那边就想让他自己。所以来干嘛？是诉一下苦，还是说有什么要求啊？你想干嘛？我现在我就不想跟他过了。哦，不想过了。那你说咱俩，你说因为啥就不能过这日子？那你说咱俩没感情吗？有感情吗？咱俩之间你说发生啥大事，同共加一起也没说是人本性出现问题，就是因为家庭中这些小毛病。你们家答应人家的一件事都不做。这边还有2对朋友，你们听完以后觉得这个婚姻怎么样？你们有什么看法吗？有什么见解吗？男人嘛是搂钱的耙子嘛，不就是对不对？出来大事小情不都靠男人吗？对不对？哦，他是对的是吧？对，我感觉他是对的。我感觉吧，这个小伙吧不对，因为啥说呢？这个女生吧，你说从四川来到东北，一
你说我都傻。这事儿里，你说我的姑娘也这么大，你应当对她好一点啊！你真事儿里，你说就是各种事情吧，完你应当就是体谅一些，不能那样式的。你说谁家不是一个姑娘，是不是？她走到这块来，她也是一个人到这块来。你说你呢？你说你到人家那块你自己，她到这块她还自己呢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吧，真是你应当对他好一点，完了应当啥事应当跟他好好沟通一下，啥事多理解一下子，完了那个真是好好过日子，对吧？孩子也这大小了，咱说尽量你俩还是好好过。完，我是这个观点。完了，你真是出一家进一家不容易，我劝你俩还是好好的。男生呢应当多给一些。我感觉这小姑娘挺可怜，其实我挺同情她。您是看到她想到了自己，还是想到了自己的闺女？哦，是我也有姑娘，我姑娘比她大，我姑娘29。真是的啊，我真是挺感动的。就特别害怕自己的闺女儿嫁这么一个姑爷，这当妈的不得哭死吗？是这么个意思。是我感觉她的父母也惦记她的姑娘，是不是？我也有姑娘，我有那种同感。来，曲总，男生，你真是有点欺负人。你刚才其实，在前后你说的话是有矛盾的。开始把自己标榜的多么忙、多么累、压力多大，但实际上呢，自己很舒服，想回来就回来，想吃点啥就吃点啥。可家里这位呢，他担负的压力多大呀？他真是想跟你分开吗？想，但是给你留了一个机会，看你怎么表现。我们不要那些虚的呀，那些所谓的说，哎呀，那个我多辛苦，我来挣钱，但是我们得付诸于行动。他在家里不比你轻省。但是我说一句啊，老师啊，现实生活中吧，他沾火就着，根本就是无法沟通。为啥能产生这些矛盾？就是我俩沟通不了。我跟他说两句话，我说啊，这事儿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你咋的，咋样，哪事儿办不对呀？说完之后马上就急眼，根本就聊不了。要再聊的话，就开始就不行了。但哪件事儿你让着他了？哪件事儿你能给人点希望？至少你承诺的事情，先一件一件去对付，别的什么都不说。比如钱的事儿，那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，那咱放在后面。先把你手里的钱先交出来，得有个态度，得有行动。女生啊，有个词儿叫虚张声势，你没有那么强，你也没有你所说的那么委屈，你也看到她的辛苦，咱能不能有话好好说，是不是？很多这个地区上的这种差异，我们能同情，能理解。但是咱有时候咱底下的话是要底下说，不要放在那么多人面前，好不好？也注意方式方法，好好沟通吧，啊。我觉得这个男生啊，你是那种特别以自我为中心、冠冕堂皇的外表下，还在狠狠地欺负着人家。从你们俩一开始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是你没说这个女孩有多好。你说了一句我挺好的，那会儿我挺帅的，然后你说你挣钱，然后呢你说你在这个地方过得，我在这个地方过得很好，那他在这个地方过得好吗？我得开一个好车，那你之前答应的地方就是答应他父母的，做到了吗？他在所有的大事上都忍让你了，你却没有肯定过他一句。而且你给人家一个月花这1000多块钱，你自己却开着好车，一切都在为了你，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他背井离乡这种情况下还在忍受着，你还要他有一个好脾气，就不可以有自己感受是吗？有感受倒是行，但是关键他这个情况就是有点让我感觉到就是让你感觉又是你，他的感觉呢？有没有在乎过别人的感受？你已经把人欺负到一定份上了。如果我要是个女生，绝对不会跟你过。婚姻最大的悲哀就是你以为的小事，其实在我这儿都是大事。你觉得你们婚姻没有问题，但你们婚姻的问题都很大，都是本质的问题。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，你说彩礼，为什么有钱买车没钱给彩礼？这不就是在骗人家吗？现在这个不是说现在说是真给不起，因为你别说现在，你现在也能给得起，咱把车卖了就给得起了。那这事不现实，我为啥不现实呢？在你的心里，媳妇儿就是没车重要。车代表的是什么？车代表的是你自己的欲望，代表着你自己的私心。所以在你这儿，你比一切都重要，甚至高于自己的孩子。其实我更多的想跟女生说的是，为什么婚前给的承诺现在兑现不了了？因为不实现承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代价和后果。他不实现承诺，他有任何的惩罚吗？没有。
他不实现承诺，他有任何的损失吗？没有，老婆孩子热炕头照样是一样的。所以对他来说，我给你的承诺就是一张空头支票，我不用兑现。你现在也束手无策，没有办法。所以现在你要做的是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技能，让自己有一个能够说走就走、说迈出家门就迈出家门的能力和勇气，懂吗？这个时候他为什么敢骑在你的头上？因为他知道你离不开他。不要抱怨，收起眼泪，去做点你能做的事儿。你为什么不让你父母知道现在的情况？我怕他们担心。本身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就家里。你现在极度需要他们给你支持，需要他们给你另外一种选择。你现在面对的这个人，面对的这一家人都有本质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彩礼是婚前答应你的，到今天站在这儿红口白牙，这不是坑你是什么？你现在还不做第二手选择吗？你起码要做第二手准备吧。你的第二手准备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个是让家里的亲人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人家糊弄我了，应付我10年，等我35了，等孩子再大点我连挣扎的努力都没有了。而且他疼你吗？宝妈1年365天无休，没白天没黑夜，这是一个宝妈。孩子6岁之前基本上是这待遇，你让他歇过1天吗？他的要求特简单，偶尔你带一下孩子，1个星期7天你带1天，你让这个宝妈歇1天，1年365天，他疼你吗？他疼孩子吗？自己买辆车外头风光着，孩子不到1岁让这个家负债，他疼孩子吗？就算将来等你孩子长大，在这个丈夫面前，你难道不出去工作吗？真实的建议是抱上你的孩子回到成都，是妈妈或者姨妈能帮你带一把，你自己出去工作，别再想吃老公了，这老公吃不住啊。2个人都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嘛，先生也没有，先生所有的承诺是依据于超越自己能力的，来自于父母的给予。女生也没有，我特别认同雷老师说的那一段，就是带着孩子赶紧回家。我们先不说这段婚姻到底怎么办，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动作。为什么必须要做这个动作？因为站在你旁边这个人对他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是错误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这么想嘛，你有没有能力养活老婆和孩子嘛？靠你自己。这个能力现在肯定是有，我一个月现在差不多在15000到2万之间吧。15000到2万，然后你给1000块钱给孩子，给家人儿子1000块钱。我天！所以你说让我们信你哪句话是真的吗？这剩下钱其实我这人嘛，我爱攒钱啥的，完了把剩下钱基本上全攒下，因为我自己都你爱攒钱，那个他之前答应他父母的那个彩礼钱呢？所以你看，钱呢？所以我们不纠结就在这儿，我们就不纠结这件事儿了。女生今天就是下了节目之后，就带着孩子先回一趟家。姥姥姥爷见过这个孙子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对呀，回家看姥姥姥爷很正常吧？您先回家带着孩子看看老爸老妈，您先回家去。其他没有什么建议。我觉得这个关系里面，我就想到4个字：奸、懒、馋、滑。对，4字全占。我告诉你，我给你3个回成都的理由。西南成都之所以好，是因为新的政策倾向在那儿嘛。你自己又做短视频，做这些东西，现在成都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。我陪老婆回家去挣钱，脱离这个环境，学完之后，我再回去振兴我的家乡嘛。你开阔眼界，学习嘛，人总是要学习的。第2个理由，他在你们家待了1年多了，生活上面不是特别习惯，但是我基本觉得他好像已经融入了这个生活里头了。一四川人满嘴的东北话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不能试着到他家里面去做一个融合呢？第3个理由，其实刚才那个大姐也说了，她说我闺女还比她大一点，我闺女要是一个人嫁那么远，受那么多的气，当妈的说着你看就流泪，这不是她闺女。基于以上3个理由，你就应该陪着她回老家，待一待，因为她现在属于一个特殊时期，也让她稳定。就你媳妇儿现在属于一个极特殊的时期，激素水平还是非常高，还没有稳定。就是你说的，她为什么会暴躁会易怒？她得不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，她心里还有怨气。反正回家是肯定的，我们回家就是看爸妈带着
外孙看姥姥姥爷这件事儿过分吗？我问男嘉宾。这件事不过分，只不过就是 OK 啊，路程确实这产生的费用啥的确实有点高。您一个月挣1万多，然后说我从东北回趟成都，这有费用问题。费用贵。您哪句话是真的呀？不是收入是真的，但是我这个我花点钱心疼，说实话。不，等会儿，这个钱是人伦啊。外孙子见姥姥姥爷，这是人伦啊！你在这上花钱，你心疼。所以他不要人伦，他要车轮。人家不是说了吗？要换车嘛。对，要鼓。所以车轮对他来说比人伦要重要的多。你还不跑吗？哎，小费啊，就是说你心里除了自己没别人，你心里有你爹吗？你记得你开始什么话吗？你开始的原话啊，我欠我媳妇儿他们家这彩礼，那只能是我爹掏。你一个月挣1万5到2万，你欠你媳妇儿的彩礼，只能是你亲爹掏。你心里有你爹吗？我这个想法挺自私的。你明白就行。我一做书的，我跟你说，你也就不是我亲侄子。说实话，今年想攒钱嘛，完我还想换车，今年还想再攒点钱，想年底再换。天哪！我要是嫁这么一老公，那我还不如自己过呢。对呀，要钱不给钱，对，要情绪抚慰不给情绪抚慰。然后还提出一堆的要求，那你自己带着儿子过不香吗？今天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我们把这事儿点醒就完了嘛。来，我们有请下一对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苏先生，36岁，来自吉林，家装行业；张女士，35岁，来自吉林，职员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孩子教育问题，而且他现在脾气极度的暴躁，经常的无效社交，应酬不断。他总特别小心眼，多疑，然后还特别不支持我。你有什么想对另一半说的？你要是还继续这样油盐不进，我指定是不跟你过了。老婆，我觉得你多支持我，多理解我，我们的感情是没问题的。这个孩子问题不都吵吗？至于就不过了吗？现在主要是我们跟父母生活在一起，孩子现在3岁半，父母的话比较疼，比较溺爱。我老婆也跟着父母一样，也是疼孩子，要啥给啥，要啥给啥。家里边阳台放的好几百台车，不光是说买玩具，你现在就3岁半了，还得满屋撵着喂。都你们惯的吗？满屋撵着喂，你也说了，你们3岁半应该自己吃饭了。对，3岁半自己吃饭了。但是问题现在不是光是咱们俩在管孩子吗？我们不是跟你父母生活在一起吗？父母惯你就跟着惯呗。父母惯你，我能说他俩吗？关键是你这个脾气，我回头跟你说，我说你看咱妈，我说不让他喂孩子，非得喂孩子，你不太给我怼回来吗？我觉得你在中间你调节一下，你跟你父母来沟通啊。他总是当着孩子面，当着父母面跟我吵，这饭桌上说急眼就急眼了，啪就跟我吵起来了。我怕老人觉得，你看我们在一起生活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咱们在一起生活，你们俩矛盾增多了，哎怎么样？你们俩就总是这么吵，我还得考虑这一点，所以。永远这个问题都是他在跟我喊。这个事儿啊，其实有定论啊，谁养育谁负责，另外一个人闭嘴。如果你们交给老人养，老人就养成那样追着喂饭了，你就得认。闭嘴，对。我更关注的是另外一个，苏先生，你赔了吗？你带了吗？我们来听听这个吧，这是个重点。啊，就是我的工作吧，就是做家装嘛，不定什么时候工地就会有些问题，我就总会出去跑，出去忙这些事儿。然后在这个工作基础之上的话，本身我的社交稍微的广泛一点，但是我是为了以后我们更好嘛。其实他应酬，我觉得我就够理解他的了。我2天不在家上班的期间，他肯定也不在家。他给我的解释啊，你在家就不让我出去。我从来我没说不让他出去。有一回是因为啥？那阵孩子还小，还需要做辅食，然后我这边我要照顾他，我这边要做饭，然后那阵他父母那个有事儿就回家了。我说你晚上回家，你帮我看一下孩子，也是。按时回家了，回家完事之后，过一会儿躺床上跟我说啊，老婆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得出去。我说我自己整不过来，我说我还提前跟你说，我怕你有事儿，我提前跟你安排。我觉得我够理解他的了。然后我就说了这么一句，我说那你去吧，我说一会儿我也领孩子走。他就急眼了，腾一下就起来了，你有病啊！就这样似的，完了给我孩子吓一激灵，我站那块我都愣了。我说什么叫我有病啊？我说你不在家，我自己整不过来，我领孩子出去吃行不行？而且你那天去的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啊，不就是普通朋友出去喝酒吃饭唱歌吗？你就得慢慢跟朋友接触嘛。你刚认识人就能说啊，我们在一起做点什么，
你不得慢慢处吗？你得接触多长时间？还有一回，那天孩子生病了，我就寻思你不心疼我，你心疼你父母吧？我就以为他一直在家，然后我就上班，完结果第二天我回家，我问他，我说你儿子生病，你咋样了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说那你不知道？我说你没在家啊？我没在家。我说你干啥去了？他不什么公司什么团建还干啥的？从中午一直喝到这晚上几点我都不知道，回不回家我都不知道。你完你还不告诉我？我告诉的太多了，我不想告诉了。我啥都告诉，啥都告诉。什么叫啥都告诉？那你咋的你？啊，对，啥都告诉。出去吃个饭我也告诉你。那你告诉我一声咋的了？那不是孩子生病了吗？孩子生病这个事儿，就是我们前期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不愿意领孩子上医院。孩子1岁多的时候，就是有点什么病，就是满吉林市所有儿科诊所一定要跑个遍。这块儿看完以后给出个结果，那块儿看完还给结果，完了基本大多数给出来结果都是统一的结果。不是，就是他只是看见孩子生病了，他不知道中间这个过程，他只看到我领孩子可能去这个医院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孩子小，上诊所有的诊所他又看不了，就是做不了这些血常规什么，你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引起的。然后后来我说不行，咱们去正规的医院看吧，你该做检查做检查，该化验化验，是人家医生给你建议打针，咱们就打针或怎么样的。然后他就是只是知道啊，我孩子生病，你可哪领我去医院啊去看？就孩子生病这个事儿。永远都是我下夜班了，我或者在家的话，我领着孩子和他爷爷奶奶，我们去医院给孩子看病，或者我下夜班回来了，我到家把他们仨接上，然后去看病，永远没有说我俩夫妻2个领孩子去。其实这过程我都不想听，我特好奇，就是苏先生怎么是这么个态度啊？有些东西吧，我觉得不至于的说，你这个孩子看病要跑所有有名的医生。孩子生病了，他作为母亲带他去医院还有错了，你没管还他不是说有错没错，是你每家知名的都要去。那北京、上海有名也要去吗？我去怎么了？我就焦虑。我觉得不至于。我就焦虑了。我觉得不至于。因为我老公见不到人，我孩子是这样。我公公婆婆有套培育的方式，我作为一个宝妈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在一个家里面听3头4头的人指挥我一个人，我焦虑，可以吗？我就问一句，可以吗？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医院里边病毒本身就很多，然后本身我们可能不是这个感染，然后因为去了医院以后，然后可能回来的时候就感染回来了。你敢拿孩子健康赌吗？万一他就是前期，他是那个潜伏期呢？我领他去看还不对了，我感觉我像个后妈似的。我要说不领孩子看，你跟我吵我都能理解。我领孩子去看完，他跟我吵成这样，完了这就老出去嘛。他因为没有时间，我一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不领孩子什么的？我没有时间，我得在外面应酬，我得在外面挣钱。家里谁管钱？我们家是什么？他给我，但是我从来不限制他。您在家里面用甩手掌柜这个词儿，您介意吗？算是吧。就是您除了交钱，您还干嘛吧？没干什么。那咱们就说说嘛，那甩手掌柜有个甩手掌柜的样嘛。您对这家里有什么要求吗？我对家里没有什么太多要求，现在就是，现在就这个小孩跟我不是特别好。孩子怎么会跟你不好呢？我总说他呀。那你为什么总要说他呢？因为他犯错误了嘛。他犯啥错误了？这也不能说错误吧，就是不好的习惯。那一个成年男人天天喝大酒也是个不好的习惯呀。我觉得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就需要纠正的。你小的时候纠正了吗？我不记得我小时候。所以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我这么说吧，对这个家庭你有害怕的吗？比如你老婆跟你说，老公我不跟你过了，咱今天不置气啊，老公我不跟你过了，你心里会害怕吗？我觉得得过。不是，我问你的是害不害怕，得过是你的态度，我问你的是感受。也许突然有一天你的妻子说，老公这日子我们过不下去了，您害怕吗？可能会吧。接着再问，突然有一天你儿子真的就特别讨厌你，现在他是情绪，真的就特别讨厌你，你害怕吗？那肯定怕呀。所以你老婆对你现在在外面的社交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应酬也好，基本上做到了不闻不问，是不是？差不多吧。这个在夫妻关系里是特别不正常的。这个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，在这个婚姻里面，你们把孩子这件事儿放大来说，其实孩子这个关系里面折射出这个婚姻里面巨大的危机，你不觉得挺可怕的吗？所以我问你说，如果有一天突然冷不丁的他跟你说我要带孩子走了，我不跟你过了，我问你害怕不害怕？你静下心来想想这个问题。就是你们2个好像除了孩子没别的事儿了。因为不关注嘛。对，你们的身份
就只剩下孩子的亲爹亲妈了。夫妻俩能剩下的，比如说尊重，比如说礼貌，比如说体贴，你们俩之间还有吗？你晚上出去喝大酒不回家，你媳妇儿都可以不知道，你也认为这事儿很理所应当，我都没必要让她知道。你们除了是孩子的爹妈，你们还是夫妻吗？就这个家庭里面，就是夫妻关系、婚姻关系，现在好像是不存在的。现在就变成了一个，我有一个保姆团队，保姆团队分别是我儿子的亲妈加我的父母，这是一个我的保姆团队。我的保姆团队，我出了钱了，我要说了算。我现在的核心诉求有2点，第一点，孩子的习惯不好，你们给我搬回来。对。第2点，孩子跟我不亲，你们得让他。其实孩子跟你亲，只是他在表述上面是这样的。你想他害怕呀，老不见的一个陌生人，或者来到家里就跟爷爷奶奶、妈妈，我最亲近的这些人，他干仗，他能不怕你吗？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婚姻关系里面，也挺可怕的。对啊，怎么弄嘛？咱先说咱家里这个系统啊出现问题了，在你们家很复杂，3套系统：夫妻关系系统、亲子关系系统，还有和上一辈的这关系系统。你们没有摆清楚哪个系统是最重要的。无论什么时候，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，夫妻关系这个系统是最重要的。然后是什么？跟上一辈的关系，然后才是亲子。如果你对你上一辈都不尊重啊，然后都不照顾他们的情绪，孩子会跟着学的。夫妻关系是最核心的。都在说男士是吧？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我先说说女生。你知道为什么老公愿意老出去？他在那儿他有一种存在感，反观他在家里，好像他在这个家里是没有存在价值的。什么事情我说了也不算，那我干脆就往家里扔钱吧。哎，外面有我存在的价值。男生，为什么你在这家里头就那么没价值呢？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哈，孩子在3岁之前，可以说基本上不需要父亲，你只需要做到全力的支持母亲，孩子一定会跟你亲。现在3岁半了，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，你一定不能缺失。你越想改变你在孩子心目中当中的这个印象，但是你做的呢却越反。我知道其实你心里有股气的，凭什么我对这个家贡献那么多，我却得到了这些？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想一想，你对这个家的付出是什么？我拿情感和时间去换钱去了，换钱去支撑这个家。老婆满意吗？父母安逸吗？你没有啊，你没给大家带来了他们要的你的真正的价值感啊！我还告诉你啊，我绝对比你忙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从小到大，我们家孩子2个孩子上医院都是我去，基本上我老婆不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不想面对孩子的痛苦的样子。我们能做到一个父亲、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就可以了。你知道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作为一个长辈，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。你半夜喝酒，还不让他妈问，而且呢，你往这一站，就是一脸的冷漠。我不知道你在家得有多冷漠。我是演员，所以你的每个形体动作，你的每个微表情，都让我觉得你特别的不屑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能挣多少钱。如果你还想挽留这个家庭，希望你在将来能够给孩子、给老婆温暖。他没救了，就不要再救他了。女士就赶紧跑吧，就这样一个老公你留着过年呐？你不觉得你们一家4口，你孩子和爷爷奶奶4个人过得挺好的吗？他一回来反而打架打得更多了。没他在家的时候，你们多安静呀，多幸福啊！所以把他踢出去，您的日子就完美了，您的人生就完美了。要他干嘛呀？我就最后告诉你，女士一句话啊，我没有权利要求你身边谁离开你，但是我有权利告诉你，我可以离得开你。所以你就告诉他，你离得开他，也给钱了，你厉害。你想把我踢出去是吧？踢不出去吧？对，对。那天看一社会新闻，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雪，然后有一哥们儿晚上喝多了，第2天早晨，路边上发现了，悲剧了。然后当时我就说，这哥们儿得多没人管。你说他晚上出去喝酒去，他老婆但凡给他打一电话，他不至于在路边上雪坷勒里。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人特悲凉，我说这得混得多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啊。然后您来了，不是没人问您去哪儿，是您说你别问，
然后慢慢真不问了，你就说这要真下大雪，你喝大酒喝多了在路边上，这事儿悲凉啊。首先呢，您已经把自己完全功能化了，就是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夫妻当中，就是咱不管是谁了，一个人完全把自己功能化。我在这家里我就是挣钱的，然后别的啥都没有，我就是回来挣钱的。就是当一个人这么勇于把自己功能化之后，你要不去使用它，这是对他的怠慢。你要知道，人伤心是因为我对别人有一个期待，而这个期待落空了，我会伤心。如果我们清醒，这人就是一提款机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功能。我对他没有期待，我何来伤心？你起码能让你的妻子心态更平和。我还有一点特别好奇，就是如果说你的老婆她也像你似的彻夜喝酒不回来，你能接受吗？她也不告诉你，你能接受吗？我肯定接受不了。那为啥呀？凭啥你就能呢？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啊。对，我知道就这句话，男人和女人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不一样的多。那我跟你说，你再想跟他改善，特别难了。你动点脑子吧。谢两位，来，请回，请坐。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，刘先生53岁，来自辽宁，农民；米女士50岁，来自辽宁，农民。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请用3个词形容一下对方。哎，他特别倔，特别强势，特别暴躁。他特别爱翻旧账，嗓门特别大，不会轻声说话，一点不温柔。给这段婚姻打个分吧。就打70分吧。哎，因为当时吧，我相中他这个人了，长得挺好看的。现在就是跟他过日子太憋屈了，主意特别正。85分，过日子是把好手，就是太磨叽了。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？我忍了一辈子了，我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要不要再忍下去？他不听我话，我就想让他听我话。我作为一家之主，他听我的不对吗？再者说了，我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这家吗？我想让他做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，有这么难吗？老公倔是吧？是，特别的倔，特别强势，你说啥他都不听，反正我就是一点地位没有。我看啊，咱就说这个喝酒吧哈，哎呀可烦人了呢。这一天吃3顿饭，我喝3顿，吃4顿喝4顿。咱不是说怕他喝这个酒吧，心疼这个钱，我就担心他这个身体。我喝酒不没耽误过日子吗？耽误活了吗？我咋不耽误事儿呢？
他一喝上酒咋的？他都是不作不闹，往那一躺，完了也一招呼完也不吱声，完了就呼呼的完就睡，不知道睡到啥前才能清醒呢。你就说冬天晚上不喝酒干啥去？那没事我就睡一会儿，那又能怎地呢？你说没耽误办事啊？那回喝酒喝多了，完了要出去买豆子去。我家那阵子不做豆腐呢吗？去了去买豆子去，那天不下雪了吗？道不好走，完了呢一下子倒了，帮下摔那了吧？摔那了把脖子盖摔坏了。人家我家那邻居就招呼我去了，说小米呀，你快去看看去吧，你家那小刘摔着了。那个我招呼他，他也起不来，站不起来，我还整不动他。你找个人吧。那天正好我小叔子从家呢，我说的你快点去看看去吧。去了，大伙把他整回来了。人家给你搁炕，人家走了吧？你说我还得管他吧？那能怪我吗？你说这会儿我不也是为了过日子吗？我下雪了倒滑，一脚踩呲了摔了，能怪我那事儿？没喝酒的不也爱摔吗？能怪吗这事儿？哎呀妈呀，可得了吧！那要不喝酒，肯定的他不能倒，因为啥说呢？不是，你就说有点啥事都往喝酒上来呀？对吗？对不对？那也不对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看出倔来了。来，还有啥问题？就是我们家买什么东西啥的，从来他就不会说这个东西咱俩商量。不，我说这个东西我要买，我肯定得买。刚才不就说做豆腐吗？就那个机器不让买。那天我没在家，完了人整一个大肥猪，偷了卖了，把这机器买回来了。你说买回来本钱都花了，你就得跟他俩做豆腐吧？大人孩子都搁那受累，他半宿大夜的。不受累，你吃啥喝啥，不受累就来钱啊！你说我做点豆腐挣点小钱不行吗？你说你挣这2个钱啊？人家是大人孩子都跟着你受累，起早爬半夜的，他半夜起来挠挠喊，脾气还不好，挣多少钱你做那个豆腐你自己不知道？机器那个本儿挣回来没？机器本挣回来了，那就算挣钱了，本钱使不了，起码没亏，没亏吧？没亏。机器那本儿光挣回来有啥用啊？你就那本儿挣回来，你就说我说那意思你没听懂吗？我夏天晚上在外边干活打工，连种地，冬天没啥事了，我做点豆腐弄着，那还不行吗？自个儿再吃点。你可得了吧？你做那个豆腐你自己做的啊，都是大伙儿跟你俩做的，孩子老婆都给你做，完了还是。那你还想啥都不干？我干一夏天了，回来冬天晚上我不也干去吗？你为啥不干呢？那么着？我也没待着呀。再说中午你没待着，你也不就是做饭吗？洗洗衣服。打扫院，你还能干啥？你说你？哎，行了，我不跟你说那些。完了，你再说打井这个机器，我们那村现在人都打那不点那个小井了。完了，人家不用那个压风机了。我说那压风机不行，你别买了，不干，非得买。3600块钱拉回来了，3600块钱，你问他11回了吗？算计失误呢吗？那就失误一回，那能在这儿承认失误了，态度挺好，态度挺好。再说这个。就是我们家开了一个商店嘛，你就消停开那个商店得了，非得整那个麻将机，完了说的挣钱了没有？这两口子，哎呀，大哥大嫂哎，不是你说挣没挣钱就完了吗？那不是还买啥，我都是为了过日子。那整的屋里边烟气杠杠的，你说大人孩子睡了觉吗？得等着人家走了才能睡觉呢。你说他不走能休息吗？我一个冬天晚你就晚睡会儿能怎么地？你说早晨晚起来一会儿。不是那1天晚睡一会儿，2天晚睡一会儿，那老晚睡一会儿，那烟气杠杠的，那人也受不了呀。说了半天不都是为了钱吗？你要不挣钱不就没这事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不也是为了过日子吗？哎呀妈，你还为了过日子？今天我不是说我炫富哈，我们家那机器买的可多了，种地那个机器哈，人家都搁那大机器种，人家就是雇，你就雇个大机器种得了，不干说自己买，年年的自己种还能省钱呢。我说你买那小一点的，完自己还能开，完了呢人买个大机器买那老大。到时候那个啥上地的时候，整个板儿往上一开上去了。那天也是去趟地去了，一家伙那机器掉下来了，把大腿整坏了。完了大腿弄的那肉都掉了。我拦一句啊，我们这不是村里那炕头上盘腿唠嗑啊，这事儿听明白了，就是说大哥在这个花钱上面，就是老婆听您的意见是吧？这双方有冲突，咱这事儿就翻篇了，好吧？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？就是他这人就是特别犟。你看现在我家孩子人家老也抱怨，你说妈呀，你说那阵儿爸要是管我的话，现在我至于落成现在这样式的吗？一找工作不好找，都挺受累的。工作不好能怪我们？那上学他不上，他不愿念。那孩子刚读完初中就要不念了，他小他那是他自个儿不念的吗？是我让他不念的吗？那我都没上几天学，我不也活着呀？你净说那玩意儿，不是我家姑娘，你还有一回她说的，她说妈，你看，要是说那阵你要把我丢了的话，现在还有人对你们那么亲热吗？给你们买吃的买喝的，因为啥说呢？就是我们家那阵日子挺困难的。完，我俩就出去打工去，完租个房子。完那天我先找上的活，他没找上嘛。我说你在家看孩子，完我去干活去。我们家那块那个当街啥不也有老头老太太就在那个玩嘛，打个麻将啥的。人家说缺个人让他玩，他可倒好，那就跟人玩去了。他让人那老太太有个老太太在那看小孩呢，人也看。他说准说大娘你过也看看哈，完我玩会儿。老太太准说看呗。后来看着看着吧，俩小孩就干起来，干起来完了，人家老太太就顾人家孩子去了，咱孩子人家不管了。
我家孩子就你看他小啊，他就走，他就自己走了，走了挺老远了，也找不着家了。幸亏遇上一个好心人，看我家孩子这么大点儿，咋哭见完就问说，你看你爸你妈叫啥呀？孩子才3岁，不会说不明白。完了那个啥，上村大广播喇叭一广播，我们才知道这孩子丢了，是我们家的。那会差点把我女儿丢了。你说要是丢了的话，你在外边干活干啥呀？挣那2钱有啥用啊？把孩子都丢了。谁说他能跟小孩打架？打架他走丢了，能怪我们的事啊？这爸说出这话就应该就对吧？哎，不是，他因为孩子没丢，所以都是吵的情绪上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这要真丢了，他就说不出这话了。我家孩子现在老抱怨，那有时候就守着我说的，妈呀。3岁的事儿他记得住吗？他哪知道自己丢了呀？这不是您给说的吧？那都是老师，我承认是我说的，是我说的，我也不是说特意说的，有的时候就是说话赶话赶。这咱不说了，说你老公对你好不好？不好，一点不知道心疼人。妈呀！你让我咋心疼你？你说。咱就说东北吧，东北是不是冷？人家我家东西2院老爷们人都出来出抱柴火，回家把炕上那火都点着了，人都烧火去了。你可倒好。完，我上当街我都感觉怪磕碜的，我就上当街灰溜溜的。不是你自个儿过自个儿家日子，你为啥跟人比呢？咋的抱柴火你都抱不了了？咱就说这个事儿，你说人家东西2院老爷们都出来抱柴火来了，完了我自己都脚怪磕碜，抱柴火赶紧回家，把这手冻得很怪疼的，完我上炕头，完再呜上外地再接着做饭去。人家讲话了，使一把干一把。我抱不动手，你就不能帮着忙？完了，我干这年你在家你干啥了？你给我说。我在家里做饭、洗衣服。带孩子，你给谁做？不就你娘俩的饭吗？我搁外边打工，你不乐做，你可以不吃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家里边活我啥活没干呢。你不应该吗？弄这事儿，这事用我干吗？我一个老爷们儿。啥玩意儿我又应该了？我咋的？我咋应该了？你是妇女，你是干啥的那么着？不是他咋那么不讲理呢？那是我不讲理吗？不是大姐，这事儿咱们也听明白了。你看啊，这么吵。夫妻感情才真的好，对，是的，这才看到这是2口子，对，是，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家里面的那个灶在冒着烟，对，就抱柴火那个多有意思啊！这妻子啊，这活了大半辈子，最大的要求是冬天我出去抱柴火的时候，我老公得跟着我去，跟钱没关系。对，你看这个男人讲的是什么啊？你那个辛苦了，我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？后来你发现谁在一起挣钱？老婆孩子跟他一起在那儿磨豆腐挣钱，对，是，没错。所以在他们的这里面，钱也好，其他的闲篇也好，你发现围绕的全是人之间的冲突，它是有情感流动和情感交流的，有温度的。对，就绝对有温度，你听着就乐嘛，你就觉得哎，这种日子，所以你们那个小片里打分打的绝对对。大姐，你还有什么心里的委屈，你都把它说了啊。哎，我的委屈多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公婆就一撮房子，我们不哥兄弟俩吗？啊，那我要是说没有房子，那我也没有招，我出去我上哪儿？他就说把这房给他弟弟。长兄为父，你不知道吗？再者说我父母容易吗？再者说我还是一个继父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么着？这我知道是知道。你能不能说一句知心的话？能不能说一句暖心的话？就说你看，老婆是你不容易，是不是？这多年跟着我确实不容易。跟我的时候我家就穷，就这个条件。我这嘴笨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会说不会道的，你非逼我说这是吧？我因为啥给你买房买楼房，又盖农村又盖平房？为啥我这么努力这么干呢？你看不出来吗？看见没有？房盖了，楼买了，活也干了，大姐没别的委屈，就你就给我说句好话行不行？所以你们俩特幸福，你知道吧？特幸福。我就寻思我都憋屈一辈子了，我也忍一辈子了。你说说我真是我哪样做的不对呀？我感觉我哪样做的都挺对。不是，人家没说您不对啊。我就想让他说一句就是知心的话，那能有那么难吗？哦，行，来，你别乐。你听完他们之后，你什么感受？他们其实挺幸福的，我觉得。羡慕不？羡慕，我就特别希望成为阿姨那种的。叔叔，其实叔叔就是对，我就嫁姨老实本分的，踏踏实实过日子的。对。那你这种你就接受不了了。这光的，你看这叔说话确实有点太冲了，我都就要光我换做我是。叔叔说话哪冲啊？有你冲吗？叔叔该做的都做了，你做了吗？该做的做了，你做了吗？就是你除了说啥都没做。你除了说，你哪样落实了？但是最起码我言语是能给你说实话，能让你听舒服，对吧？你别把我听着不舒服，我哪听着舒服了？忽悠你是咋地也好，我是不是？行，来，苏先生，我看你也乐了哈。他俩确实挺好的，我觉得我跟他挺像的嘛。那你问问你老婆的感受。你要是大哥这样式的，咱俩可能就不一定能在这吵了。刚开始看那小短片，我以为大哥就挺大的毛病，但是刚才他俩吵，我发现大哥该做的事全都做了。他就是有一点不好，就是嘴笨。其实我也在疼媳妇儿，但我没说出来，也不说谁对谁错，就是还挺羡慕他俩的。所以你想啊，女人到了50岁。
还可以理直气壮的、娇嗔含柔的问自己53岁的老公要一句甜蜜的话，本身这个爱情就是挺让人羡慕的。来，曲总你来，大姐现在心里一定特别美，就尤其这2位妹妹都对你特别羡慕，你是不是心里其实暗自窃喜？但不行，你还得绷住了。老师也没有啥羡慕的，因为啥说呢？我感觉就他这个人吧，就真是大男子主义，特别的强势，他的脾气还不好呢。有的时候你要是说他说行，你要是一说的时候，他会摔东西，把就我家那好几千块手机梆就往一摔。我摔东西都为了啥摔？都因为啥事儿摔啊？我不越吃饭越喝酒，你就说就磨叽，对不对？你还不是好眼睛翻了我，你不磨叽还差点呢，一磨叽我还多喝点呢，我还得。大哥，我就问您一句话，哎呀，您说过我爱你吗？年轻时候说过，处对象的时候说过。我真说过，真说过。我不信，给我演一遍。我爱你。不是，老师，我都来招秀了，你说他说那像吗？麻烦你把脸转过去，来，大哥也把脸转过去，2个人往前走一步，哎，再走一步，大哥看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我爱你。”他说的我没有感觉，一点感觉没有。但是你说这没感觉这话那会儿，您的身体出卖了您，这么扭呢，我没有感觉。行，要感觉今天那个节目结束之后找感觉去，好不好？你们就在生活当中去找感觉。各位老师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对于这一段，没啥要说。我们也没什么要说的。这样吧，他刚才你说我这一辈子，如果小片没记错的话，我就要他说一句话，人家也说了，对吧？你想出来你就出来，你不想出来你就远远的走。你要再出来之后哈，曲总一会儿给大哥做一培训去，啊，就是他们如果再出来，你教教大哥应该怎么办。谢谢你们哈，谢谢你们跟我们的分享，来，请回。来吧，我们预测一下吧。第一段，你觉得那姑娘还会，就他媳妇儿？我不希望他出来。肯定，我也不太希望。我不希望他出来。我觉得他妻子应该有一个态度。我觉得母性会压倒一切，他一定会从孩子立场出发。孩子不到1岁嘛，所以应该都会出来。太小了，我也应该都会出来。不是，那他至少可以带着孩子回四川老家看看爸妈嘛，要去的，对吧？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啊！行呗，你们自己说呗。我俩也商讨了、研究了，我吧把自己性格毛病改一改，然后我把刚才也给他把那钱转过去了。啥钱？就是我现在身上的钱啥的都给他了，超出8万了。就是我俩结婚的钱存在我这儿呢。哦，私房钱已经上交了，对，私房钱啥全都给他了，然后这彩礼事看你这财迷样，我跟你说，你真是也说了，我说怎么喜笑颜开的上来，然后也说开了，也说挺好的，以后吧，完我就晚上尽量少干一点活啥，早点回家。能陪着回成都看趟姥姥姥爷吗？啊，对，能，就这回，然后顺便到这儿，然后就给这儿就过去一趟，真会省钱，还近点是不是？孩子带来了吗？这个带来了，那就直接回。我真的给你个建议，在成都看一看。我在那儿待几天，看看考察。行，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你抱一下。别忘了啊。别忘了在成都定居啊。好了，哎。哎呀。所以他们这性格才能第一天见面，第2天就好了呢。对，谢谢你们啊，祝你们幸福。来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。第2对你们怎么看呀？会出来，就是今天是大团圆是吧？不是，人家两口子，人家自己都没有期待，就当宝爸宝妈。我其实觉得他们必须得出来，但是呢，我特别期待苏先生说啥。欢迎大家登录这个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登录抖音，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抖音号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。那么第2对夫妻会作何选择呢？请开门。
好像没在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其实我觉得就是正视，就正视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，就是这样一种关系，叫若即若离。对对对。其实是在一个离开的边缘，这个挺好的。就是夫妻在这个地方就不作秀嘛，我们正视这个问题，然后我们去调整它。我相信在现实生活里分不开，是这种刺激对他们来说更好，就是让苏先生至少明白，你自己把自己在家庭当中边缘化，你就会完蛋。第3段，你去教一下大哥，你去一下，真的。我还真想好了，但是我得需要一个台词儿，需要台词儿啊。对，稍等一下啊。看看曲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台词儿来教这个大哥，来满足这个大姐几10年的这个心愿啊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电话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回来了，教好了，教好了，真教好了，教好了，教好了，教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是验收这个曲总教学成果的时候了，请开门。中国广，请开门。没出来啊！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教完给人教跑了呢。你们夫妻2个人是不是彼此想和对方说点什么呢？我感觉吧，年龄大了是吧，50多岁人了也，想爱该爱就爱吧，没有再不爱就没有机会了，对吧？老婆，老公你真帅，还和以前一样。我是。来，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你就教的这个，其实咱们还有一 slogan 呢，广电192就要爱啊！对，广电192就要爱。对，不用学了，不用学了。你们俩真的是见证了那句话，叫什么“厨房有烟火，客厅欢笑多”，这就是你们的生活呀。回家好好抱柴火吧，2位。对，以后你们幸福啊。对，有一个暗语，我们该老婆，我们该抱柴火了。人家就不能说，老婆，192，老公说，就要爱。谢谢2位啊，记住192啊，请回。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广电5G 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